嗨，欢迎回到99的沙巴漫游频道。那今天呢，美国是正式加入了伊朗跟以色列的这场战争。A short time ago, the U.S. military carried out massive precision strikes on the three key nuclear facilities in the Iranian regime: Fordow, Natanz, and Esfahan. 那我们呢，全家已经离开美国1年半的时间了。在1年半以前，我们是卖掉了房产，就是把所有的资产几乎是全部转移到了马来西亚。这也是我们这辈子做的最对的决定。我们房子卖在了最高点，汇率转换的时候也卖在了最高点。我还记得我们转钱的时候汇率大概是在4.78，到了1年半以后的今天，美元对马币跌了11%，也就是我们保住了我们11%的资产。也非常庆幸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当时并不被很多人理解的决定。其实我们当时离开美国是各方面的原因啊，因为像洛杉矶呢，就像是一个煤矿里面的金丝雀，就当时我们在那边已经看到了非常多不对的东西。那我们当时就觉得说，美国的繁荣真的就差不多就这样了，它不可能有过去的辉煌了。因为我们去美国去的很早嘛，就是20几年前就去了。那我们是看着这个美国它的整个的社会是越来越退步的，虽然不是马后炮，但是其实我们在2年前的时候就大概知道美国是躲不过一场战争的，有可能是内战，也有可能是外面的战争，但是没有想到现在是内战加外战。洛杉矶爆发了一系列的反移民执法 ICE 的大规模示威跟抗议活动，联邦出动了几千名国民警卫队，社会分裂加剧，很多个州跟联邦都开干了。治安恶化是从我离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虽然危中有机，但是也不是让你去暴乱的地方卖热狗或者是捡保利瓶啊。那我们每一次看到新闻的时候呢，就包括加州的山火啊，那个时候我还出来在主频道做了一期视频，基本上我所说的也都发生了。在我离开美国那时候做的一期视频，其实我在自己的这个视频下面就有写一些留言，就是说美国会内战，但是当时所有的人都不信。我们当时也劝过非常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走，但是几乎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听呢。你知道我走的时候劝别人走，我还被很多人骂过，说你为什么就是拉着别人一起要走。其实我们有咨询过几个比较厉害的易经大师，所有人算出来的都是美国即将进入20年的衰败，这不是1个2个，而是全部他们算出来的都是东升西降。虽然我们不完全相信算命，但是它也是提供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工具，让我们做出更符合自己家庭的决定。那在沙巴这边呢，我自己个人感觉就是真的是很舒服，我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至少5倍啊，但是我们的生活成本是在美国的1/5，这边有山有海，气候我觉得还算是蛮凉快的。对于我来说啊，大家都说加州天气好嘛，但是我是觉得沙巴天气更适合我。我在这边是可以全天不开冷气很舒服的待着，在加州呢，我有时候会手脚冰凉。那么现在就是美国参加战争这个事情呢已经确定了，那我们现在所害怕担心的是美国本土将受到伊朗的报复。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亲戚朋友在美国，我有问 DeepSeek 美国袭击伊朗之后，伊朗有可能会怎么样去报复？那每一条呢，我觉得都很可怕。第一个就是它可能袭击全国的电网，也就是说会造成大规模的停电。第二个就是有可能会令到美国的金融市场出现瘫痪，用黑客的技术今天我还有美国的朋友留言说美国股市如果崩下去的话，崩盘的话，一定要买。我就想说买什么买啊？美国现在信用都快崩溃了，未来美元一定是贬值的。你股票可能涨了20%，但是你的钱贬了30%，那怎么办呢？那你是亏了还是赚了？当然我不是做任何财经的建议，只是告诉大家有可能未来会发生什么，这是 AI 说的，还不是我说的但是我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帮大家总结一下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是什么。那第一个就是美国在过去几年里面进了几千万的非法移民，而且这些非法移民呢是没有经过身份审核认证的，所以这个里面有多少是反对派的人，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埋伏在多少个城市，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如果他们想要在美国搞事情的话，那真是太简单了。尤其是身为华人，我们是不被待见的。
就像以色列被轰炸的时候，华人要进防空洞都被犹太人制止，说这个防空洞是给犹太人的，不是给其他民族的。现在街上这么多人，为啥没有进防空洞？以色列现在把人分成了369等，外国人根本就不让进。所以我是觉得一个人身处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身处在以色列、伊朗、美国，就是参加战争的这些国家的地方，就是很危险。你觉得美国这一次袭击伊朗，他是不宣而战呢？他说了2个礼拜后，结果3天就打了，这不是偷袭是啥呀？那你觉得伊朗不会报复吗？我觉得大概率会啊。他会报复在哪里，真的没人知道，他也不会跟你说。那因为美国就是没有跟你说，然后我就去打你，那这个，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所以在美国的小伙伴真的要自求多福，我觉得能躲就躲一躲吧，就不要躲在美国。只要你出了美国，这个世界是非常美好的。现在的美国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其实现在整个背景就是大国博弈嘛，那我们就待在小国家先躺平一段时间。就现在呢，我觉得不是想着去赚钱的时候啊，现在是保命的时候。现在越看越觉得整个世界的发展是朝着第3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只能找一个稍微和平一点的地方，万一发生战争，存活率比较高的地方。那你说沙巴安全吗？我觉得挺安全的，但是呢，你说万一这个大战爆发的话，有可能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都是安全的，但是至少这边我们不用担心没有吃的。如果所有地方都被封锁的话，至少在这边有吃的有喝的，可以自给自足。今天先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吧，别忘了点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啊，我不定时会跟大家出来闲聊一下。其实在我公开的做视频说我要离开美国来沙巴之前呢，绝大多数的人都根本不知道沙巴在哪儿，这不就对了吗？就是要躲到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就算马来西亚要参战，但是大概率不会啊，那他打也肯定是打吉隆坡，绝对不会打到东马这边来。